国军撤退，遍地游击。谈到游击队，实在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。大多数游击队都是游而不击，日本兵一到就溜之大吉，日本兵一走又耀武扬威，统治一切。但中国地方大，日本军队少，哪里有多余的兵力来扫除点线以外的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呢？以整个上海来说，日本兵也只占领了一半。整个上海以黄浦江为界，黄浦江以东叫做浦东。日军为了保证军舰的安全，只在浦东沿岸30-40丈的仓库和渡头有军队驻守，其他地方就全是游击队的天下。照地图来看，浦东只是大上海的一隅，整个浦东的幅员要比租界南市闸北3区大得多。从前128之战，日本人也不敢染指浦东，而且浦东驻有张发奎统领的铁军，军令极严，纪律很好，整个浦东的老百姓都同他们合作，成为日军后方的心腹大患。那时浦东居民单似湖江，供应军需，而且上海租界上的抗日后援会还不断有粮食以及衣被、毛巾、牙刷等物大批地运送过去。日本兵对浦东沿岸虽然看守得很紧，但是上海市区与浦东之间除了渡轮之外，还有许多小艇私自来往，所以他们走的路线都是日军所不知道的。我还记得抗日后援会特地买了一辆装甲汽车送给张发奎将军，主持这件事的人是在浦东出生的名流杜月笙。这辆汽车是装在驳船上载过去的，张发奎对此非常感动，因此在司令部招待一次新闻记者，借以表扬。有位新闻记者下笔不慎，竟然把张发奎的司令部所在地也发表出来，日本海军便在舰上发炮，把司令部炸成一片瓦砾。幸亏张发奎不在司令部，一点没有受到伤害。但是这次813之战后，中国正规军在浦东早已撤退，于是就成了游击队的世界。那边的游击队是残留的国军，或者是当地的流氓无赖，以及各种孔武有力的壮年人，算起来数字也很庞大。起初他们第一个行动必然是先杀汉奸性的地方维持会的亲日分子，有的人后来逐步变质，他们对乡民耕种的农作物都要抽税，来来往往跑单帮的也要留下买路钱，否则就无法通过他们的防区。因为浦东地方大，游击队并没有统一的组织，譬如东沟有东沟的游击队，川沙有川沙的游击队，各自为政，互不侵犯。少数日本兵要是巡视到浦东，他们也会成群结队地扑出来，目的只为了夺取枪械，加强他们的实力。日本军队出巡一次，多少都要损失，有时连性命都会断送在他们手中。后来前方军情紧张，日本军再也不去理会他们了。抗战到了第6、第7年，重庆方面定下反攻大计，于是才有一支由阮清源带领的军队，叫做忠义救国军，枪械较为整齐，秘密地分批潜入浦东。然而人数极少，不得不对各村各镇的游击队去加委，因此这支军队的成员很复杂。日军方面明知有这种组织，因为调遣不出兵力去消灭他们，所以直到日本投降，忠义救国军还是存在。抗战必胜，信念不变。抗战8年，上海始终笼罩着黑暗的魔影。这8年，我在上海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，一天天地挨下去。看报纸，往往越看越怕，日军竟然一路攻入内地，华南一举拿下，长沙、衡阳早已完全失陷，
而且沿着湘桂侵入桂林，在极短时间内进入贵州独山、贵阳也岌岌可危。重庆方面又要准备他迁。报纸上的这种消息并不是夸大，完全是事实。但是无论在前方还是沦陷区的中国人，都相信抗战必胜、建国必成这2句话。可是独山一失，一看地图，老百姓的信念就有些动摇了。但是还有一种积极的看法，就是越是黑暗，曙光也愈接近。偷听无线电的人听到重庆的广播，说是战事至少还有2年才能结束，这种消息真是闷杀人了。我到香港疏忽之间已24年，然而从心理上说来，抗战8年的时间过得比24年还要长。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，就是参加伪组织的人，他们接近日本军人，看出日本人许多破绽，认为重庆必然会收复失地，所以落过水的人职位不论大小，人人钻头密缝去找寻线路，争先恐后想和重庆搭上关系。这种情形我也听到很多，其中居然有一些人半真半假的装成重庆分子模样，不但一些落水的人纷纷向他们求庇护、求照顾，连日军方面也会上当。只要你是从前与重庆有关的人，不仅不加逮捕，还提供种种方便。有一位是从前上海市党部要员，公然在租界上来来往往，结果虽被日军逮捕，但是许多落水的人想尽办法把他担保出来，并且供给食宿，最后用飞机送他到边界，临走时还送了许多黄金美钞，希望他返重庆后向当局多说几句好话。虽然亦无结果，但还是一次次地将这种人陆续送出去。这种情况很多上海人都知道，都把这事作为谈话资料，抗战必胜的信念因此也加强起来。